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前面2集呢，我们介绍了印尼泗水的2座非常知名的活火山，一座呢是被 CNN 评选为人生必看的10大日出之一的布罗莫火山，另一座呢是世界唯二的蓝色火焰火山，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酸性火山湖的伊真火山。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前去的是爪哇岛中部的一座历史古城日惹，但是呢，我们这集要带大家前往的呢是日惹市郊的2大自然景点哦，一山一海。让我们来先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日惹吧。第一个我们要前去呢是 Jumboland Cave， 那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洞穴哦。我们将会下降到60公尺深的洞穴里，挑战在这个洞窟的深处里面摸黑探险，最终呢沐浴在耶稣之光下。那这个洞穴呢，每天呢其实只有2个梯次哦，而且都是早上的时候，加上呢它其实离市区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吧，所以说基本上呢又是要起一个大早了。不过相对于呢前阵子呢爬火山这样子昼伏夜出呢，已经算是轻松不少了啦。那建议要参加这个行程的伙伴呢，有3件事情一定要格外注意哦。第一呢，就是请穿上一双好走不怕脏且抓地力够好的鞋子哦，因为在接下来的这个洞穴探险里面呢，基本上是要踩在烂泥地上的，这些泥巴呢混着雨水或是露水吧，然后呢地板呢算是又滑又黏的，而且你还需要爬上爬下，真的算是一个挑战度蛮高的一个完美景点哦。第2件事情呢，就是最好穿一些不怕脏的衣服，然后备上湿纸巾，甚至呢是准备好一套换洗衣物跟你的盥洗用具，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的嘛，你多多少少一定是会沾到泥巴的，所以湿纸巾绝对是必备的。那再加上呢天气非常的炎热，然后我们又需要爬上爬下的，所以一定会满头大汗。因此呢，强烈建议大家就直接爬完山，体验完这个行程的时候呢，就直接在这边进行擦澡了。第3呢，就是建议大家的手机或是摄影器材呢，一定要配备好挂绳，因为这个 cave 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你必须要用垂降的方式深入到洞穴里面，然后在垂降的过程中呢，你至少有1只手是需要牢牢的握着这个绳子的嘛。那另外1只手，如果你想要记录这整个过程的话嘛呢，这个时候挂绳就非常重要了，才能够确保呢你的手机不至于会自由落体。好啦，那在抵达景区后呢，我们会要拿到1张张的这个号码牌，那这就会是我们等一下垂降的顺序了。那在经过多次的这个装备检查后呢，我们的垂降之旅就要开始喽。那说实在的，垂降本身不算是一个多可怕的行程，但是大家看一下这样这个设备，然后外加你是要垂降到这个山谷的洞穴里面，我还是不由自主的就紧张了起来。然后这整个垂降的过程又超级的慢，所以说你会让你那个悬着的心真的是更加的七上八下，而且七上八下的非常久。不过好在一切都还是很顺利啦。Don't follow the first group. Yeah, I'm waiting for you. Yeah. Hey. And then stand on. One by one, hold the rope. And lift it slow. Sit down. Okay, good. Sit and I hold this. Yeah. And this. Look up, look up. Yes. Let go. Excuse me. Let go. Let go. Yay. Okay. Look at the camera. Yeah. Okay. Okay. You look up. Yay. Wow. Do you want to scream? Sorry? Do you want screaming?
那抵达的山谷后呢，我们的洞穴之旅呢才正要开始哦。那这又是一路的往下走下坡了。那再度呢，让我这个患有下山困难症的这个30岁初老叔叔呢，感到非常的挑战。那外加前一夜呢，我们又有下小雨，所以地上真的是非常的湿，然后呢，那个石头又非常的滑，然后泥巴呢又非常的黏，总之呢，就是整个很难走啦。那让我想到曾经有一个好朋友呢，当初我们一起去爬兰屿的山，要去看那个大天池，然后他一个没有踩稳呢，就摔了一大跤，然后甚至跌了大概1层楼高左右吧。所以说我真的是这个下坡走的胆战心惊啊。不过呢，很快的我们就会走到这个山谷的底部，要潜入到这个洞穴的内部了。那必须说，这个洞穴内部真的是所谓的伸手不见五指，你基本上只能仰赖你安全帽上的头灯哦，不然呢，你就要得拿出自己的手电筒了。但是因为洞穴里面的路真的已经很难走了，然后还有一些水洼，然后呢还有很多石头又非常的滑，我强烈建议大家在下来之前呢，一定要先确认好你的装备，一定要确保你是有装备的，而且头灯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当初呢就是没有发现，哇，其实我的那个安全头盔上面根本没有头灯，所以我必须要一只手拿着这个手电筒，然后我另外一只手呢又想要拿着运动相机来记录，所以走的真的是格外的小心，而且打滑了超级多次。幸运的事情呢是不至于到跌倒摔个狗吃屎啦。那经过这个重重的考验之中呢，我们终于穿越了这个洞穴之后呢，就会豁然开朗的到的另外一片新天地里面。那我们也会在这边看到传说中的耶稣光。那这个耶稣光呢，其实就是清晨的阳光，然后它深入了这个60米的深渊之中，最终呢，它洒在洞穴深处里面的一个小悬崖处，这样子。那大家来到这边呢，就会开始排着队，然后呢，经由这边非常专业的摄影大哥的协助下来获取那个如梦如幻的影片。还是要强调一下，这里的烂泥地还有那个石头都是非常的湿滑，在拍照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一些危险的动作，不然你就掉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即便是耶稣显灵，也很难救得了你。好啦，那最终呢，在我们欣赏完这个圣光之后呢，我们还得要沿路折返哦，甚至呢也要原路搭着这个人力垂钓的工具来上去哦。上去后呢，基本上非常震惊的一面就是你会看到基本上超过10几个人，然后呢透过绳索来把我们一组一组的往上拉，非常的原始，然后呢也让人更加紧张了。不过呢，也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啦。那我听说呢，这个村子里面现在基本上全部人呢都是靠着每天呢把旅客从洞穴里面送下去，然后呢再拉回来这样子来维生的，也算是一个蛮有特色的一个社区总体营造吧。那经过一个简单的盥洗跟用餐后呢，我们就要出发下个景点汀芒海滩啦。那汀芒海滩呢，大概还需要再往南开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那如果说你不是报旅行团，而且是自己前往的话嘛呢，那这边就要注意一下，因为要深入到汀芒海滩里面的路呢是非常的崎岖的，那基本上呢是要吉普车才进得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得在这边换车，再另外租吉普车进去。好，那虽然说这个景点呢有海滩2个字，但事实上呢它根本不是那种阳光沙滩比基尼的那种，而是那种岩石的这种礁岸，然后再加上这边的海浪跟海风非常的大，所以千万不要想着要来这边玩水哦。
那在抵达目的地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中的小岛。那在这边呢，有2种前去的方式，第一个是走吊桥，第二个是贡多拉，也就是人力缆车啦。那由于这2者是属于不同的公司，所以我们不能够选择一个去一个回，然后过去玩的空间呢也会稍稍有所不同。所以呢，这边呢大家就好好思考一下，你究竟想要体验哪一个啦。不过呢，这边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贡多拉啦，而且听说 Running Man 有来这边取景啦，所以当然要来体验看看咯。那其实说实在也是因为那个吊桥真的非常的可怕，搭配这边非常大的这个海风，我是觉得我应该是走不过去啦。那事实上呢，其实贡多拉也是非常的刺激哦，尤其是刚出发的那一瞬间，因为你是背对着你前进的方向嘛，然后突然间快速的一拉呢，你会有一个一瞬间的小失重，然后它其实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安全带，所以说一边又要拿着相机，那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的陡。所以说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应该要赶紧订阅、按赞一下这部影片呢？好啦，总之呢，在顺利的抵达这个提梦岛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展开这个珊瑚礁的探险之旅啦，还有各种拍照啦。那由于这个小岛呢，就是由珊瑚礁所组成嘛，所以大家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千万的小心，不要被割到了。而且呢，它一定是凹凸不平的嘛，所以大家在爬上爬下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哦。那说实在的，下午来到这边的时候呢，看着这样的海景，吹着海风，那是真的很漂亮，非常的心旷神怡啦。然后呢，还有专人协助你跟拍，而且还会教你怎么摆 pose， 完全是一个非常独旅友善的一个行程啊。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费用呢，全部都包含在了贡多拉的门票哦。So beautiful。最后呢，废话不多说，还是让大家用空拍的画面来欣赏一下这边的美景吧。必须说，日惹这座城市呢，真的算是让我深深的爱上了。它有一种简单纯粹的放松，它不仅拥有非常知名的历史人文建筑，还有旷世的这个洞穴探险耶稣光，以及自在又一望无尽，仿佛在世界尽头的这个提蒙岛。那下一集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前去的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婆罗佛土尔整趟印尼旅程里面念兹在兹的那个目的地，心心念念许久的那个地方啦。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拜拜。